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根据彭博社专业人士 Mark Gurman 的爆料，苹果将在10月份召开新一届秋季发布会，届时会发布新款 iPad 以及新款 Mac。虽说产品热度远不及 iPhone， 但依旧会吸引不少苹果用户的目光。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在本场发布会上，苹果会发布 MacBook Pro 14英寸和16英寸两个版本 ，iMac 以及 Mac Mini， 其中 MacBook Pro 会配备 M4、M4 Pro 和 M4 Max 处理器，而 iMac 和 Mac Mini 大概率只配使用 M4 处理器。关于 M4 Pro 和 M4 Max， 这两颗处理器相当值得一说。在今年初发布的 M4 处理器，在各方面来看确实足够均衡，在性能和能耗方面做了一个不错的平衡，但相比起 M3 处理器在性能方面，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提升，这是难以接受的。而 M4 Pro 和 M4 Max 处理器则会有显著提升。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其会使用第二代台积电3纳米制程工艺，在功耗方面会进一步降低，核心方面也有可能重回8+8的组合，性能方面有显著提升， GPU 方面则会提升至20核左右， Max 则是保持在40核上下。另外考虑到 M4 在 NPU 方面也有大量的提升，相信 Max 和 Pro 也会有着相应的提升。至于 M4 Ultra 则会在明年上半年随着 Mac Studio 和 Mac Pro 一同更新。不过说实话，近些年的 M 系列芯片真的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多惊喜，基本就是常规的增加核心数量，以及采用更先进的制程工艺，完全没了 M1 时代那种史诗级提升的感觉。至于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M4 版 MacBook Air， 大概率不会在本场发布会上更新，最快也要去到明年。关于这个操作其实并不怎么理解， MacBook Air 作为 Mac 系列中的走量大头，为何要和 MacBook Pro 分开发布呢？ Jeffrey 大胆猜测 MacBook Air 将会迎来设计上的改变，毕竟如今的 MacBook Air 和 MacBook Pro 在外观以及性能方面都没能拉开太大的差距，不仔细观察的话根本看不出两者的区别。用最直白的话说，用户花了更多的钱并没有得到太多好的体验，这显然不符合苹果的等级制度理念。而 iMac 和 Mac Mini 则没什么好说的，大概率又是沿用之前的老模具。关于这一点 Jeffrey 也不想过多展开了，毕竟想让苹果换个新模具就像要他的命一样，加上这两款产品的销量一直偏低，由于定位的问题，哪怕换了模具也不会在销量方面有太大的起色。在本场发布会上， iPad Mini 也终于要迎来新成员了。要知道 iPad Mini 6已经是3年前的产物了，配置方面在当下已经有些过时了，尤其是那60赫兹刷新率，还会出现果冻效应的显示器，让不少苹果用户是又爱又恨。而根据爆料， iPad Mini 7在尺寸方面会与 iPad Mini 6保持一致，均为 8.3 英寸，依旧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小屏平板电脑。关于屏幕的果冻撕裂问题，也通过更换硬件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最抽象的莫过于它大概率依旧会使用一块刷新率只有60赫兹的屏幕，可能在座很多人都无法理解。马上都要2025年了，苹果为什么还要出一台刷新率只有60赫兹的平板电脑呢？原因也很简单，如果 iPad Mini 7真的用上了高刷新率屏幕，不但会影响到 iPad Pro 的销量，更是让 iPad Air 成了一个笑话。苹果不可能做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至于核心配置方面， iPad Mini 7大概率会搭载 M3 处理器或是 A17 Pro 处理器， Jeffrey 个人更偏向于后者。一方面 M3 处理器在 iPad 上实在是发挥不出它该有的表现，而且也会大幅提高产品的造价成本，使用上一代的 A17 Pro 处理器或是 M2 处理器反而更有可能。毕竟 iPad Mini 的定位从来就不是专业设备，能够应对用户日常各种娱乐和轻度办公需求足矣。储存规格会从之前的 64G 提升到 128G， 毕竟现在这个年代，一台内存只有 64G 的移动设备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最后则是苹果最新一代入门级 iPad 11。苹果在入门级产品上给的配置一直都只能用寒酸来形容。上一代 iPad 10虽然给到了一块全面屏，但采用的居然是非全贴合屏幕，在视觉上的效果要远差于那些使用全贴合屏幕的平板电脑，更别说它简直是第一代 Apple Pencil， 在性能方面的提升也是零星半点。而这一代的 iPad 11大概率也会延续 iPad 10的优良传统，价格方面也应该会保持在$450左右，可以说跟性价比是毫不沾边了。只希望苹果能给它一块全贴合的屏幕，让它的产品力看起来稍稍正常一些。有意思的是 ，Mark Gurman 表示在会上不只有一款入门 iPad， 至于他们的详细参数和价格，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数据爆料，或许要等到10月发布会上，我们才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其实从这些爆料信息不难看出，苹果对于亲民级的产品可以说是越来越不重视了。尤其是 iPad mini 和 iPad 数字版这两款产品，你很难把它们和2024年联系到一起。其实近些年，苹果确实一直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高端产品上，像之前的 Vision Pro 曾让苹果倾注了大量心血，结果大家都知道 Vision Pro 输得一败涂地。而像 Mac Pro、Mac Studio 等定位专业级的产品，也因为定价过高没能取得一个好成绩。换句话说，绝大多数消费者是拿不出或是舍不得拿出这么多钱去买一台电子设备。苹果要想取得更好的数据，就必须提升低端产品的产品力。反观安卓厂商这边，虽说在高端市场和苹果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中端以及低端市场中，可以说是卷出了新高度。配置卷不动了就卷价格，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以更亲民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这才是市场所需要的。另外，除了价格这个传统劣势之外，苹果在自己最重要的生态、续航等优势方面也在不断的被缩小。如果苹果依旧不重视产品线的完善和优化，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那么它的市场份额一定会不断下滑。虽说有很多人表示 AI 才是苹果的杀手锏，也是他们重新建立起护城河的关键手段，但就目前来看，这个想法貌似有些太过于想当然。那么之后的苹果是继续扩大优势，还是被迎头赶上，就要看自己的造化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期待苹果即将到来的秋季发布会吗？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